星能源故障，主机自检中。能源板脱落，启动应急检修程序。检修失败，启动逃命程序。逃逸目标在替，高维塞希尔。快跑！艾伦，快进来！先在这里躲一躲吧。谁胆敢闯入塞希尔家族地下城？可恶的家伙，还敢耍花样，想跑？别杀我呀！比起这个，你们老祖宗的棺材板要压不住了。别耍小聪明了，把东西交出来。等，这，好吧，又白干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难道那些畸变体早就进了这里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干了什么？别赖我呀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只是进来躲躲。这里是……姑妈，解决了！这……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他们又来了！快，英雄！瑞贝卡！快呀！火球！
心。语言沟通不存在差异吧？先祖大人也不是什么骂人的话吧？你们说的先祖大人，指的是我。你们的民风民俗有敲脑袋泄愤的传统？那你们打我干嘛？欺师灭祖是几个意思？可是你已经沉睡700年了。700年，看来我得尽快适应新的身份。经历了那次空难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，无奈灵魂被困在卫星上，度过了几十万年的漫长时光，直到卫星故障总算是落了地。如今看来是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刚才的举动，应该是这具身体对那些怪物的条件反射。姑妈，她怎么不说话呀？说不定是个恶灵呢。恶灵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高维赛希尔。高维赛希尔。姑妈，真的是先祖大人，不是恶灵。难道先祖真的活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叫我先祖？尊敬的先祖大人，初次见面，我叫瑞贝卡，这位是我的姑妈哈迪，我们都姓塞西尔，是您的后代，所以才叫您先祖。我的后代？那你就是塞西尔家现任领主了？哎，那个大人，我才是。啊，是你？哼，也难怪选你当领主讲究。大人，您是在夸我？你敲人的力道确实强别人不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人，对不起。大人，看在他为安逝世的份上，请原谅他。没关系，其他人呢？这位是拜伦，我们的家族骑士。至于他，他是吵醒您安息的盗贼。什么盗贼？我名叫琥珀。哦，琥珀不是盗贼，那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不是你进来打扰，先祖大人怎么会醒来？不是我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这位大人明明是自己醒的。明白了，你们被怪物追进了城堡，不巧碰见了偷东西的人，偷东西的人倒霉，又碰见了城主人，也就是我，刚睡醒。于是你怕我是恶灵复苏，给了我一闷棍，没错吧？姑妈，700年前的人说话都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孩子。唉，领主、法师、骑士、盗贼，这下职业算是齐了。配合好倒是能直接开黑了。你要干嘛？先祖大人，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先祖大人，您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的？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醒的。不过，既然你们是我的后代，我自然会帮助你们。看情况，还是先活着离开这里吧。出去的话，城堡中庭和正面入口都已被怪物占领，不可能原路返回了。正路走不通，那就走旁门左道喽。无礼！大人如此尊贵，怎可和你这种人一样？切，爱走不走。琥珀小姐，以你的专业视角看，路有几条？路倒是有不少，只是你们是贵族，我这种人的路不好走的呀。
也许你能找出一条适合贵族风格的路，这样接受塞西尔领的终身领民身份，也许就能更名正言顺一些。你们觉得呢？赫尔蒂、瑞贝卡？我没意见。琥珀小姐确实不是领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听先祖大人的。琥珀小姐，有一条勉勉强强的路啦。不过你们得答应，不再追究我挖你们祖坟的事就好。我就说你是个盗贼。我答应你。如果真能出去，我会再追加奖励。3连必收到，成交。这个地下城分为3层，这里是最下层。穿过中层的机关道和陈列室，有一个暗道通往城堡外的大土山。大人，您真的相信这个盗贼？盗贼里也有佼佼者，只是不知道这位小姐水平怎么样。这么熟练，高手。开锁术是我们这行的标配，这点基本功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卑劣伎俩，也好意思炫耀？哼，您高尚，有本事别跟来啊！你，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，还是快走吧。这里是机关室，你们要跟着我的脚步走，要是踩错了，后果你们可是知道的哟。琥珀小姐，这条路只能这样走吗？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尽管优雅的过来喽。走吧。先祖大人，这里记载的是700年前您带领先民开拓新领地的事迹。我真的睡了这么久吗？是的，先祖大人。700年前，那是塞西尔家族最为耀眼的年代。可惜，现在的塞西尔家族已经没落了。700年来，发生了许多事。英勇的先祖大人，如您所见，家族的领地被那些怪物袭击了，所以我们才躲进这里。唉，不肖后代竟然留下了这么个烂摊子。等出去以后，您可以帮忙把他们赶走，对吧？放心吧，瑞贝卡。先祖大人可是当年抵抗魔潮的开拓者。请容我。先祖大人好棒！放心吧，这是先祖的分内之事。看，那个甬道的尽头就是出口了。放轻松，我们有2个骑士，还有2位法师助阵，甚至还有1位熟练的盗贼，足以对付他们。先祖大人，我虽然是个法师，但是我只会火球术。只会1个法术，你在逗我吗？那赫利呢？先祖大人，姑妈她的法术从来就打不中人。好吧，大家听我指挥，用群狼战术，把他们引入机关道。拜伦，你负责把他们引到吊灯下。一旦到达位置，瑞贝卡，你来打断吊灯。接下来，他们就会来追瑞贝卡。瑞贝卡，你来带路，把他们引到你姑妈面前。
这么近，应该就能打动了。最后由琥珀带路，我来把他们引入机关道。可真有你的！是刚才入口处那只。不行，好不容易能当个人，我可不能死。耶，成功啦！终于出来了！这一下可麻烦了。先祖大人，先祖大人。大人，您找什么？手机啊，拍个照。拍照？那个，这里的太阳一直都这么大的？大？哦，现在正值魔潮爆发，等过了这阵子就会小些。这是近些年太阳变化的规律。你刚刚说什么爆发？全完了！姑妈，塞西尔岭还能重建吗？也许吧，孩子。和700年前一样，历史重演。当年即便体涌现，刚铎帝国便从内而外都腐化成了这副模样。这片领地算是没救了。这不是简单的规律。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这还有龙！没想到能亲眼见到如此高洁孤傲的生物，优雅而强大，最古老的存在。也不知道一片龙鳞能卖多少钱。也许他能帮我们赶走怪物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败家子孙败光了地喽！看来我们只能先去其他城堡了。其他城堡？是啊，堂堂塞西尔家再怎么落魄，也总会有那么7、8个……哎，我们家就剩下这一片领地了。的确如此。
没有放租放地，也没有不动产抵押。放租放地？倒是有租别人的地。哪儿？您睡的那块地。啊！地下城是租来的。一直在续约。要不，咱还是回去住。啊！这么多人，又脏又臭。把这些塞西尔来的贱民赶开点儿，别挡路。是，大人。贱民，滚开！还没打听到瑞贝卡丫头的下落吗？还没有，大人。菲利普大人，坦桑镇。怪物出现后，菲利普就带领其他的领民逃到那儿去了。明白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这是什么？运戒，魔导器的一种，可以自由收纳和取出物品。运戒是贵族专属品，根据爵位高低，质量也不同。您的是最高级的。啊！哇，好东西啊，高端。大人，您怎么？运戒嘛，我有印象的。刚醒过来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忆一下。真小气！怎么没反应？大人，如果越级发动魔法，就会被其排斥。排斥？什么意思？瑞贝卡，帮他点火。啊，好。喂，小心一点啊！再将火焰召回。这，喂，不要欺人太甚了！对不起，琥珀小姐。如您所见，大人，瑞贝卡虽然掌握了火球术，但是很难掌握逆向召回火元素这样更高级的法术模型。运戒的魔力有限，无法对大树启动空间转移，也是一样的。是吗？如果多线程进行呢？接个活。运戒确实无法直接收纳这么大的数，但是并不代表拿它没有办法。瑞贝卡也不是无法操纵火元素，在你们的认知里，她只能使用些简单的法术模型，GPU 不够，
优化来凑，懂不？ GP 优化。控制不好魔法，无非是计算力不够喽。GPU 就相当于人的大脑，如果法师能够多线程处理，比如可爱的小瑞贝卡现在只能勉强用火球，而且火球又小又慢。但是如果能够提升你的 GPU 速度，不再是单线程，你同时发一大堆火球都能。关键是提高线程。线程？唉，我本来还想解释一下0和1。啊？瑞贝卡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这次尝试分成多个小火球，逐个将它们找回。明白了。是真的！瑞贝卡，小心！好像是不能紊乱。塞西尔，记起你的身份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。你做好履行交易的准备了吗？交易？什么意思？也许该换个你更熟悉的方式。700年前的交易。这是，有趣。我还是……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喂，等等！喂，醒醒啊！喂！哎呀，醒醒啊，醒醒！干嘛？醒了都不说一声的吗？算了，存上就存上了吧。什么存不存上的？你刚刚掉进了暗影界，是我把你拉出来的。暗影界？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居然能进入暗影界，只有少数熟悉暗影界的高阶法师才能办到。你是怎么？切，我是暗夜女神的神选，行不行？别闹了，大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忆和变革。那些领民怎么样了？都分配了劳作任务，每日工作半天，1周休息2天。荒唐！那可是塞西尔领的人。是大人，我这就安排他们休息。休息？他们被瑞贝卡管得实在太不像话了，你还让他们休息？那早9点到晚9点，没有休息日。可，大人，不让休息的话，那就1周歇1天吧。遵命，大人仁慈。塞西尔领早晚都是我的。大人，您刚说什么？这个，瑞贝卡子爵驾到。还活着，请他进来。我亲爱的小瑞贝卡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是？好久不见，安德鲁大人。好久不见。菲利普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安德鲁大人，麻烦您了。嗨，客气什么？哎，坐。哎，
这次来是为了领民的事吧？嗯，是的。塞西尔领的噩耗，我对此深表同情。放心，领民已经安置妥善，在我的领地内，没有人会因伤和冻饿而死。再次感谢安德鲁大人。尽管我很乐意做个慷慨的人，只是今年这个收成不太好啊。菲利普骑士应该带了大批金银，那些理应……理应？那批金银已经抵去了治疗他们伤势所用的药材，很多东西都还没有。哎，放心，我不是趁人之危的人。只是你也知道，收容领民还是很花钱的。可安德鲁大人，我们已经……已经没钱了。啊，您放心，我们不会欠您钱的。那这些你准备怎样偿还呢？如你所见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不过……什么？你可以用领地来偿还吗？这……按照安苏律令，同级贵族无力偿还债务者，必须无条件割地。而你我都是子爵，小瑞贝卡，听话。还是听我的吧，塞西尔的领地一块都不会给你。你是谁？你好歹也是个贵族，这把剑应该认识吧？这是开拓者之剑，这怎么可能？高维塞西尔已经死了快700年了。哦，还挺识货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相信剑是真的；二，你不相信，我让你相信这把剑是真的。3、2、1。大人，原来是您呐！您可算回来了呀！哎呀，我是您忠实的追随者啊！您看啊，您亲自授予小人祖上的锦旗、勋章、雕像。这个不是那个，反正小人可都是如数家珍，悉心保存呐。你是我的粉丝？粉丝？你对我了解多少？您是伟大的开拓者，安苏开国7将军之首，尊敬的南境大公高维塞西尔啊！没想到安德鲁居然……都是演的啊！不过他还算是有眼光，懂得怎么去投资。先去看一下领民吧，安顿好大家，要尽快出发了。去哪儿？王城。大人，您真的相信他就是高维塞西尔？高维塞西尔拥有铸币权、豁免权、永久开拓权，甚至是王位的继承人。假如他是真的，我们可就赚大了。
畸变体产生于刚铎时代，魔潮爆发时异常活跃。这又是什么？怎么了？着什么急嘛？别睡了，我们该进城了。亨利，老弗朗西斯有几个儿子？共有2位，现任国王弗朗西斯2世是次子，长子多年前死于病痛。病痛。喝，来喝。为塞西尔之名起誓，说的全都是真的。那可是个大新闻啊！你确定？听说了吗？塞西尔那边冒出了魔物，还有啊，那个威震四方的开拓者高维，居然复活了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我亲眼所见，他的腰比那酒桶还粗，他的拳头比这酒壶还大呢。是吗？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新闻。陛下，维尔德公爵、罗伦公爵、法兰克林公爵求见。哦，3个同时求见，是为了那个开拓者复活的流言吧？正是。安排吧。还有一事，陛下，安德鲁莱斯利子爵有一封加急密函，声称需直接交给您。一个子爵。一封密函。我让安德鲁如实向国王汇报塞西尔岭发生的所有情况。国王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。可，区区一个子爵的汇报……放心，拜伦和菲利普已经把我复活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国王一定会重视的。不过还不够，到了王城还得按计划行动，再加一把火。老板大气，感谢投币，您尽管吩咐。再往上点。是啊，对，就这，就这样。说起来，明天就是国王登基庆典日呢。庆典日，也正适合见见国王大人，是吧？看来一切进展顺利。亨利、瑞贝卡，开始行动。是。就是这个人。为什么不拔剑？我可没有朝子民挥剑的习惯。放肆！
小伙子，眼熟吗？这是开拓者之剑，这开拓者之剑就像复活了一样。向南境大公致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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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剑这么好使？公爵，请原谅，对您的试探是我的擅作主张，我也不想乱来。只不过，身为王子，不能轻易相信那些开拓者复活的流言。其实到现在，我也只相信了一半。埃德蒙·蒙恩，高维塞希尔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？您的故居。故居？如今这里是我的私人收藏馆，国王召见您之前，您就先在这里休息吧。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为您开门。哎，小心！啊！是火球法术陷阱，有人行刺。来人，保护王子！等等，大人，那里危险！比起这里，你更应该关注整个白银堡的安全。是，全城警戒，严查刺客。是。秘银宝盒果然藏在这里。无论如何，现在白银堡的人都知道您回来了。哇，这发生了什么？嘘，来得正好，今晚去王宫，帮我捎封信。尊敬的国王陛下，我是瑞贝卡·塞西尔子爵，有幸，国王陛下诏令。国王只召见您一个人前去。大人，没事。高维觐见。报上名来。高维塞希尔。哼，无耻的塞西尔人，竟敢自称高维！哦，英灵在上，请饶恕这个无礼的人。阁下若真的复活了，也请拿出证据。毕竟塞西尔家几百年来一直无所作为，这次恕我实难相信，不是某些宵小之辈为博眼球而借尸还魂。维尔德家族只求安苏永盛，南境塞西尔岭是安苏王国的神圣领土，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
难道塞西尔大公从墓里爬出来，是来替他那不争气的后人承担责任的？哼，你是罗伦家的吧？老罗伦在700年前给我擦马靴的时候，我似乎赏过他半个爵位。马靴公，你左右靴子穿反了。还有可怜的老法兰克林，他不干不净的嘴害得他丢了一条腿。我们教会了他什么叫做礼貌，至少这个教训，传承的还不错。老维尔德天生是个面瘫，我让他娶个活泼点的南方姑娘，多少能中和一下他那张脸。可是他偏偏不听，现在看来祸及子孙了。我先来回答你们的第一个问题：我究竟是不是高维塞西尔？秘密宝库。哦，都是宝库会员呀。宝库使者说明来意。我受高维大人召唤而来。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是想让你鉴定把剑，再确认一下我的会员信息。竭诚为您服务。开拓者之刃，刚夺魔岛造物，初始品质为传奇，不可磨损，不可熔铸，特性属于开拓者所有。魔力逸散严重，使用者会悉心保存，品质降为精良，建议联系宝库相关人员进行回收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遵命。所有者高维塞西尔，拥有永久会员权限，确认无误。期待与您下次相遇。我的身份，大家不会再怀疑了吧？然后是第二个问题，我此行的目的。我想请国王大人和我共同回忆。这怎么可以？都退下吧，我想和高维清单独聊聊。高维塞西尔，国王大人，你不觉得有些过分了吗？哦，你派人把塞西尔岭的遭遇传遍了全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复活了。为了引起关注，甚至你还点燃了自己的故居。那是个意外。我首都核心的景点房啊，本来只打算搞点动静，没想到这帮不知柴米贵的不孝子孙直接给我炸了。哼，荒唐！但不得不承认，很有效果。全国都以为你遇刺了，我还不得不派人去保护你。身为国民的回忆，你还真是高调啊！哼，不及陛下的半分。谋害兄长，借力上位，悄悄成为国民的旗帜，您还真是低调啊。他是因病痛而死。昨天晚上您应该收到我的密信了吧？你不该写那封信。你应该知道，现在你的家人们还都被包围着。您也应该知道。信里的内容，刚刚在座的几位大公以及您的儿子会很感兴趣。诋毁国王可是死罪。诋毁？这把剑曾沾染了您兄长的血，想要鉴定一下，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吧。10年前，你兄长意欲篡位，而你出手阻拦，让这把继承者之剑沾上了他的血。
这把剑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你的继承者将这把继承者之剑藏在了他的博物馆，恰好也是我的故居。哼，谁知道我还能回来呢？而你为了不让兄长背上叛国及弑亲的罪名，宣布他因病痛而死。随后，你又将这把继承者之剑作为象征赐予了王楚哀的梦。如果没有这把剑出现，这些事儿就永远消失了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？身份的官方认可，以及我的永久开拓权。与之相对，您的过去和这把剑，我可以一并忘记。国王诏书：安苏帝国弗朗西斯2世颁布，保留高维塞西尔公爵爵位及永久开拓权，即日生效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人，大人，接下来出发，前往黑暗山脉。看探结果。好嘞。这里没有大批的怪物，也没有什么恶魔领主，只有黑漆漆的山和黑漆漆的树。还有呢？还有。我强调过，地质、气候。还有黑漆漆的地和总觉得黑漆漆的风。总之全是黑的，不会叫黑暗山脉。唉，就不该选你当地理课代表。课代表？大人，我们真的能在这发展吗？黑暗山脉，为什么选这儿啊？除此之外，安苏境内哪还有丰饶安宁的无主之地呢？那是最靠近魔巢废土的地方，可和丰饶安宁沾不上边。所有的地方在被开拓之前，看起来都是既野蛮又危险的。这里的林业、矿业、水利基础条件通通满足，100年来无人打扰，没有比这儿更适合发展的了。自信点儿，我们不光要建立起新的家园，我们还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时代。大人，到了。谢谢。大人，这里看起来没那么容易被征服。补给可供我们支撑一段时间，尽管在这里扎营。叫上所有人，有活干了。道谢，走。首先，身为资深生存类开拓者，我要强调3点。第一点，积累。第二点，协作。我需要你们放下身段，与领民，甚至是农奴进行协作。这在塞西尔家很容易做到。第3点，耐心。从零开始，慢慢来喽。没错。接下来我将进行具体安排。菲利普，你与领民相处最久，由你来打头阵。尽管吩咐。
想致富，先撸树。此处树木繁茂，尽情开垦，但切记保留树种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接下来 ，Hardy， 你负责打通从这里到坦桑镇的运输。我。白水河顺流而下便是坦桑镇，而坦桑镇最缺优良的原木，你来交手，用木材按需换取其余资源，打通经济。好的，大人。琥珀，还有我呢。盯着那些木材，别让它们飘没了。好过分！给钱的。哎，好嘞。该让一个贼盯着。喂，说好的协作呢？哼，你除外。你不光是盯着木材，琥珀也要一同勘探河畔的情况，这才是你主要的任务。阿庆。而瑞贝卡。是的，大人。多喝热水。好的，大人。哎，劳烦这个放到那边。对，这边啊。来，好，来，来。一块水晶。哦，竟然还能与卫星保持连线，这下可方便多了。菲利普，啊，大人。第一步资源积累的如何了？林木及矿产储备充裕，坦桑镇那边也很好说话，只不过，怎么？有些过于充裕，甚至饱和了。现在都是一些原木和原矿在等待加工。现在我们要步入第二个阶段，按上面所写的扩建营地。没问题，大人。那是什么？我的遗产。大门由纯子钢打造，用你的匕首是撬不下来的。先祖大人，你快来！果然如你所说，这里藏着刚铎时代的遗迹。这里靠近南境魔巢废墟。近100年来无人勘探，除了我，没人知道这里面藏着宝贝。宝贝？哪有宝贝？700年前的宝贝，请看。哇，这么大的宝库都没人管啊！也是多亏了皇室100年前的内乱。这里的事情断了传承，所以，先祖大人，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放心，这里不会有畸变体。瑞贝卡，借个火。好。啊！16中队科尔，长眠于此。曾经魔巢的腐败力量笼罩黑暗山脉，
16中队在此殿后阻拦追兵，等到魔潮消退，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地方了。这里并不全是刚铎时代的遗物，似乎年代更为久远。不知道，在我们来之前，这里已经是片废墟了。走吧。嗨，该我了。长青币、敦辉硬币，还有真正的三叶蝶花硬币！我的天哪，老板，咱们要发财了！这些才是好东西。啊！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！哎，我看看，别小气嘛！是附魔武装，刚铎士兵的杀手锏。可惜，魔力逸散严重啊！届时会拿给 Hardy 做原型机改造。总之，新塞希尔岭的发展全靠他们了。先查点一下数量，然后召集士兵们。可领地发展全靠他们了。消消气啊，我亲爱的。谁是你亲爱的？总之，当季作物有提前枯萎的趋势，收成并不好。支援新塞希尔岭发展是可以，只不过……你又想要什么条件？可能要涨个价。不许涨价。那也许可以。不行。饶了我吧，赫尔迪女士。坦桑镇的人也是人呢。我需要和高伟大人商量一下。请便，请便。高维大人，听得到吗？琥珀，那柱台有问题，快丢掉它！好像有人叫我。又在发什么呆啊？先祖大人肯定在想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切，哇，好大的宝石啊！归我了。影子。王都传来消息，高维大人被魔潮包围，刚铎保不住了，快带着令民撤退！人类忤逆不了神明，这不可能！快！高维大人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你的宝贝差点害死我！害死！先祖大人，琥珀都对您做了什么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
坦桑镇那边怎么样了？遇到了点麻烦。告诉安德鲁，要是担心坦桑镇民众的温饱，就把坦桑镇划入新塞西尔领，我来管。要是还想自治，额外条件给我免谈。明白了。拜伦，除了钱币、水晶和武装，其余宝藏全部封存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擅入这里。大人，大人，好。高维大人，营地构建如何？初具规模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包括居所、铁匠铺、伐木场以及农庄都正在搭建。来，进来。就等你了。全部反攻！全部？可这都是领民们辛苦。菲利普，不，我要向所有人重新声明一件事。无论是在腐败的土地，还是在丰饶的田园，亦或是这片漆黑的旧土，我们面对的敌人，已不再单单是某位贪婪的贵族，某位难以搞定的国王，亦或是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魔物，和那些心怀叵测的领主。敌人永远不止一个，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谁。他们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我们，等待着吞噬掉我们的每一个机会。但是我想说，在所有土地未完成开拓之前，我们的敌人也许只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得过且过。共需建设74所民居，12所公共建筑，而领地可劳作领民共计392位。菲利普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瑞贝克大人宅信仁厚，在塞西尔领地，类似工作我们都是由领民自觉劳作。自觉劳作，觉悟很高啊。领民体格不一，男性可以承担大部分强体力劳动。女性及儿童则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所有工作自觉自愿，其中能者多劳，能干的多做一些。若有些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呢？大人，我相信塞西尔的子民会为自己的家园而努力的。相信？没人指派，公事谁来干？能者多劳，也能得到更多的奖励吗？工期如果延误，又由谁来背锅呢？菲利，大人，我愿承担重建任务，届时我将亲自验收。先祖大人，
请相信我们，没问题的。也许你更了解他们，就由你来背锅。啊不，交给你来负责吧。是。所有人按照御签分配位置搭建，建材不够，随时找我登记领取。行，好，让一下。大人，交给我们做就好。说好的自愿，我也要为建设领地出一份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一点。大人，小心，小心。拜托，用你的运戒呀。他觉得这样会更有成就感。东西都找来了。我几乎动用了整个安苏大图书馆的资源。这让我想起了我还是学徒的时候。没有什么技能点是无师自通的。当时上学的时候最烦看文献了，地质学、贵族礼仪学、高等炼金、高维塞希尔运势。何弟，怎么了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打算几时出家呀？大人，我。这个水晶样式很刚铎，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来自密银宝库，我的遗产。你刚说它样式很刚铎？毫无疑问，它与魔力结晶一样，都出自刚铎时代。似乎运界的魔力能与它产生共鸣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水晶就像是一把锁，封印着某种能量；魔力结晶就像是一把钥匙，能将其打开。只是运界的魔晶太小，不足以唤醒它。这个够大了吧？怎么打不开？精神频率重设，正在重新建立连接。视距调整中。3、2、1。年龄743，这个拜伦。监听模式开启。来，借过借过。新领地，新房子，漂漂亮亮。又吐了。哎，讲什么自愿领取，谁愿意多干呢？小心些了啊！自己给自己盖房，你还有啥不乐意的？那还有公共建筑呢，不也得咱们干吗？嗨，管他呢，糊弄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菲利普，你们呢？秃鹰呀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警报！警报！巨行星活跃度提升。大人，高维大人。怎么了，大人？拜伦，你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最近太阳活动是不是更频繁了？
确实，这次吃班活动比往常持续的更久一些。跟我来。大人，去哪儿？抓贼！哇，营养早餐！什么嘛，真是穷酸！啊，下次还敢？不了不了，那就罚你去办件事。办事？这个嘛，下次一定。啊，哼，没法了。先祖大人，咱们真的有必要做这么详尽的人口普查吗？不然呢？大人，离验收还有多久？还有些日子。照目前来看，所有住所定能如期完工。如期？那边也如期吗？啊？这……让此区域的所有人停工集合。这里是磨坊，以后所有收获的谷物将在这里加工后分发，它将解决我们大部分人的温饱。而现在，只有地基不说，就连整个规模都缩水了至少一半。给个解释吧。大人，这是我的责任，确实如你所担忧的，有些工作认领并不积极。也许比起建磨坊，他们更想先有个稳定的家，所以优先造了住所，而没来得及造公共设施。是的，大人。先祖大人，领民们真的很辛苦的。是啊，大人，也是多亏了您，手头吃的还有不少。但是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也不能天天住帐篷啊。大人，不是我们不想建，这不是任务安排满了吗？有，这回又安排满了。领任务的时候，你不是拍着胸脯说公共建筑都交给你了吗？谁说的？我今天才接班。他，本来该他干的。哎，你说谁的？什么叫公共建筑？就是大家伙一起干。什么时候就该我了？谁让你这么卖力气？全显着你了。你不干谁干？我多干还有错了？你们两个，跟我来吧。为了食物的加工以及分发更方便，磨坊安排在他们住的地方。即便离住处很近，他们搭建时尚且不努力。而安排稍远一些的魔法工坊、铁匠铺这些，根本就没人愿意专门搭建这些东西。汇报调查结果。好嘞。此处共计11所建筑，近期共18人参与搭建。顺便一提，我是其中之一哦。而且是最辛苦的那个。有完没完？那个，但另外的17人看起来像劳作，其实是没被发现吧？这么多材料，少一点应该发现不了。没事儿，都是为了领地大发展，再申请就好了吧？这17人打着领地发展的名义，悄悄挪用公共建材，哎呀，鬼得很呐！这怎么可能？对比一下申请建材明细就清楚了。
大人，我相信塞西尔的子民会为自己的家园而努力的。没有规矩，就算无人挪用建材，公事往往也会被随便应付。旁人都不当回事，自己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得过且过喽。大人，我自愿接受惩罚。召集全部领民，稍后见。您要去哪儿？约法3章。快走快走，新领主好像有话要说。啊，那个大胡子？塞西尔的领民们，我有事情要说。你们都应该知道，旧塞西尔岭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塞西尔岭。以下我将宣布3件事：第一，即日起，新塞西尔岭废除以往所有的身份等级，所有领民不再强调贫富贵贱，而统一为新的唯一身份——开拓者。开拓者？所谓开拓者，就是在新的土地上不断冒险、探求、开拓的人。成了开拓者，只要做出贡献，就可以每月在我这儿领钱。领的钱不够花，还可以在我这儿借。顺带一提，借钱没有利息。领主的钱还能随便借啊？还有这种好事啊？成为开拓者有什么好处啊？这就是我要宣布的第2点：开拓者任务制。接下来我将颁布一系列的任务，比如建造房屋、修建道路、开掘矿山等等。无论哪种，只要交付任务的时候达到标准，就能换取奖励，并算作对领地的贡献。简而言之，多劳多得，不劳不得。嘿，凭本事吃饭，早就该这样了。第3，开拓者奖励制。其实几天前，在场每个人都领取过一个任务，任务完成度参差不齐，但既往不咎。从现在开始，每轮任务中前10个完成且合格的人，作为奖励，不但有肉吃，而且优先获得学习魔法的机会。那是贵族的特权啊！在新塞西尔岭，没有什么是非谁不可的特权。当然，能否学会，还要看你们个人对魔能的适应性。太好了，我们也可以学习魔法了。以上3个规矩即刻生效。距离第1轮奖励结束还有40个小时。干活去了！我们快先开我脚啊！你快开我脚干啥呢？大人，让平民接触魔法，真的可以吗？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都是对旧时代的大逆不道。相信我，当然，也要重新相信他们。原来先祖大人让我普查人口，是为了登记每个人的信息和任务类别，再依次登记贡献的呀。然后再根据贡献，挑出几个能当管事的人。唉，我终于活成我最讨厌的样子了。打工的是不可能一辈子打工的。先祖大人，其实还有件事。这么算下去，我们的钱都不够发任务奖励的呀。跑路的是不可能一辈子跑路的。大姐胸襟宽广，大人大量，行行好借好还。如果到期未能归还，您会被列入拒绝往来黑名单。黑名单？您知道后果。原来秘银宝库也有黑名单这东西。末朝将至，末日来临。大人，这下可麻烦了。没错，好日子结束了。入冬前，新塞西尔岭一定要发展起来。
又失败了。先祖大人的设计还真是难搞啊。姑妈，见到先祖大人了吗？没有。啊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瑞贝卡，你来试试，能不能把魔力水晶切分成指尖大小？这是。以上便是爆炎术符文的应用，请大家课下好好练习。好，记住，每次任务发布，前10位任务完成合格的人，都将获得学习魔法的奖励。解散。哎，你哭什么？没想到这辈子有希望在30岁之前就能成为魔法师了。做得不错。大人，这年轻人，你要知道大力出奇迹。你看，太阳也不过就是大一点的火球而已。教他们这个，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了？菲利普，之后还要再拜托你给他们强调一下符文的使用安全。啊，是大人。先祖大人，怎么了？姑妈完成了原型机。啊？何丽，大人，您设计的通讯器研制成功了。通讯器由魔晶作为能量源，无需法师施法，不懂魔法的人也可以通过它彼此远距离交流。魔晶能量可以撑3天。很好，能够量产吗？可以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出什么问题了？没事，只是一些小麻烦。啊，那辛苦你了。尽量。嵌入符文，点火，计时，势头正旺啊！大人，一共练了多少天？多亏了符文，大概已经练出原矿的一半了。哦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们是用了火元素符文助燃的方法，才能有这么多的产量。没想到靠着魔法，我们这些铁匠也能有一番作为。符文冶铁，很好。替换符文。不过，大人，符文冶铁效果非凡，但如您所见，对符文的消耗还是很大的。这样的符文，你们一天要用多少？怎么也得110来块吧。菲利普，这样的话，领地剩余的符文材料只够用1个月了。长官，没有发现您说的那种痕迹。再去前面看看。哎，你说那种痕迹到底是什么呀？听长官说，好像是什么畸变体。
符文可以不依靠法师，就能让普通人使用魔力，代价就是用一块少一块。这个问题很棘手啊。抱歉，大人，那个铁匠是第一个受奖励的人，而他又肩负领地武装的责任，所以我……不必自责，领地发展刚刚起步，成本难以控制也是正常的。只是魔法需要的不是经验，而是长久。啊？抱歉，大人，我记得您笔记本上有这句话。没关系，继续讲。李民们没有魔法基础，尽管学会了一些术式，可依然无法把握魔力规律，这就会造成盲目的浪费。就像这块火元素符文，符文引导火元素的流转，只能让火升得高高的，但是也只能撑一小会儿。那有什么办法能提高使用效率吗？我试试看。慷慨的火啊，请您重燃。单一的元素孤独而无力，它需要有个伴。含蓄的风啊，在吾安眠。风能维持火的活力，但也需要有谁来盯着它们。庄严的土啊，请将之厚葬。燃烧吧！如此一来，风助火力，土又不让火烧得过分旺，符文便能撑得足够久。小瑞贝卡厉害了。只不过符文的材料早晚会消耗，如果能用真正的魔法阵代替，实现自充能就更好了。如此一来，全领工业就都可以实现魔能化了。全领魔能化，那样法师会累死的吧？效率问题解决后，接下来就是魔力充能的问题了。还记得我说过的变革吗？这简直是天才！他的名字叫魔网，充能的事他来解决。魔网可以从自然界自动提取魔力的法阵，不过好像还缺点东西。缺少让阵法启动的魔力介质，简而言之，缺少个启动装置。但哪里能找到呢？原来这就是您所说的刚铎遗迹。当年的开拓队伍从刚铎废土一路向北逃亡。大人，请走慢些。我们一边聚集废土上的幸存移民，一边收集各种资源，于是队伍越来越臃肿。为了摆脱畸变体的追赶，我们把难以携带的重要物资藏在了这个无意中发现的地下设施里。不好，可跑！但是作为刚铎时期的秘密基地，这里真正蕴藏的宝藏远远不止这些。这是什么？刚铎惯用的把戏，防贼用的。放轻松。我们建设魔网缺少的启动魔晶就在这里。这里是刚铎魔法造物。高维塞希尔，你真是自寻死路。
然是他。收到了警告，还不快走吗？刚铎的法师以深蓝之井的稀有晶石为核心，研究出了能够从自然界自动吸取魔力的技术。可惜深蓝之井早已经被毁灭，那种稀有晶石也只能从刚铎遗迹中寻找了。就是它，让这里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能源。怎么收回去了？防御系统被激活了。难道我的身份认证失效了？麻烦了。刚才的那些家伙真是不留情面，这种频率的攻击，即使是我也无法支撑太久，必须想办法关掉机关。魔法回路，所有的机械眼并非一直在运转，一个机械眼射出的法弹会进入另一只眼，并触发这只眼的充能，再发出下一道攻击。如果没有法弹射入，机械眼则会休眠。明白了，大人，请让开。刚铎的法师利用这种接力开启的方式，实现持续强大的攻击。既然机关是靠射入的法弹激活，那么只要让所有的机械眼将法弹全部射出，然后改变法弹的运动轨迹，让其无法回收，机械眼就会进入休眠，不会开启下一轮攻击。应该就是这样。爆炎法阵。干得漂亮！有了这块魔晶，我们的魔网就算建成了。如果我是个高阶法师，也许只需要一发强力射线，或者强力护盾，都能轻松解决这个局面。果然，我还不够强。刚刚那些法球的瞬时魔力远比你想象中要高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刚刚是在钢丝上跳舞。莽撞的法师小姐姐，刚才是你赢了。让全民都能凭借魔法实现发展，总觉得还是像梦一样。那不是梦，只要思想解放，总能实现工业化、模块化的魔法应用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传统的魔法理论教学对于平民而言确实太难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更便捷的教学方式。姑妈，找到了吗？接好了。但领民已经尝到了魔法的甜头，再换规矩，他们就更难接受了。没办法，谁让它这么精彩呢？好像您是个法师一样。赫利，我说的精彩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强的破坏力，或者有多花里胡哨的招数。那是什么？它的精彩在于它能够摆脱身份，能让世界任何一个角落、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脱胎换骨的可能。在有的世界，它被称作元素力；在有的世界，则更为单纯，被叫做热闹、电力。而我无法理解的是，明明它可以被共享，却总要成为少数人的特权。于是我打算换个方式。
看吧，二弟，它不是特权，它是进步。早上好。您好，贝克大人。这把剑上斩过恶龙，下斩过卷心菜，拿来种地也是相当好使啊。友情价，打个5折，归你了啊！看虎。只要夜深人静的时候摩擦这个虎瓣，就有10%几率出现许愿仙女。仙女，只有价2折，卖给你了。珍奇古玩、皇室秘宝，以后都可以找我买啊！大师，我这儿也有个宝贝，你也帮我看看。走。古董鉴定也是我的业务之一呀。老兄，你要鉴定什么？这个，既没有砍过恶龙，也没有切过菜，种地也不太好使，只是砍过畸变体。你见笑了？那个，我有点憋得慌，容我先放个水啊。喂，老皮，我把你的新上司带来了，跟着他混，你可要老实点啊。皮特曼·劳伦，自称德鲁伊，对植物生长有充分经验。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他救过来的。5险1金，包吃包住，欢迎来到新塞希尔岭。领地皆由魔网初步实现了魔能生产。简单来讲，魔能可解放领民的双手，强化工作效率，而魔网能够自动吸取自然魔力，再为使用中的法阵充能。像这样循环往复，领地发展就能一直进行下去。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。大难临头啊！大难临头？没错。然后呢？这个嘛，加钱的话可以直接谈，这些话还是省省吧。别走啊！我业务很广的，价格好商量，好商量。那你会种地不会？种地？想落户先种地，没口粮心慌慌。我爸，我们那代人都有这个毛病，所以就让某个交游甚广的暗影大师找了个德鲁伊，显个神通吧，大师。好吧，看在琥珀的面子上，这瓶儿免费。可以呀，看来你还真是个德鲁伊啊。你跟琥珀很熟吗？琥珀呀，就是我把他带大的。你是他爸？不是，我是他养父的朋友。他小时候我们就制定了计划，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暗影力量专业人士。现在看来颇有成效嘛。难怪呀。总之皮特曼愿意为您效劳。接下来做什么？封你当农业顾问，你就先探探土地情况吧。
不过大人，问题也许并不在土地上。配比，到底该用哪种矿石呢？不是这块儿。谁在那儿？拜伦，原来是你啊！瑞贝卡大人，您单独行动很危险的。本来是有些担心，但现在不是有你在吗？您在做什么？啊，大人让我研究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。水泥？不是这个。大人说，比起实木搭建，水泥造出来的房子更快、更坚固呢。明明是按照配方做的，但总是不成功。唉，这可比魔网复杂多了。魔网？啊，你还不知道它的原理吧？魔网就是将大的魔法阵拆成小的法阵，像网一样分布。就像这样，借助一种法力链连接起来，组成网，让每个小法阵都能提供持续稳定的魔力。要是去掉网里的其中一个，会怎么样？去掉1、2个还好，多的话魔网会瘫痪的，甚至会出现法力乱流，领地会炸掉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人，这魔网由您一手搭建，还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按先祖大人的话，总设计师就是干这个的嘛。拜伦，搭把手。拜伦。人呢？好久不见，拜伦大人。巴迪亚，你想干什么？老规矩，10声钟响定胜负。如果你还能活着，我就告诉你。钟可才响第3声哦。哼，怪物！变成他和你打，开心不？瑞贝卡，姑妈，快来帮忙！姑妈，谁能想到高贵的骑士其实是个……你这个疯子！响第6下了。
时间到了，可惜你输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要做的事没人能阻止。如果你下次再插手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更害怕的是真实身份被揭露，对吧？拜伦，你刚去哪儿了？姑妈呢？我听到她喊我。大人听错了吧？瑞贝克，快回来，领地有状况。知道了，大人，我这就回。走啦，拜伦。我的大人，魔力让人富足，也让人懒惰。既然魔力可以代替劳动，躺着不是更好吗？先祖大人，怎么啦？唉，300多个领民愿意接任务的，却只剩下100来个。啊，100来个？那其他人呢？听听他们的答案吧。我觉得吧，你体练的多还是少，和我没啥关系啊。粮食肯定够吃，剩下就扔了吧。粮食能值几个钱？攒那么多材料干嘛？反正铁仓镇也不收获了。开拓者，我已经很幸福了，不需要再冒险开拓了。领民的心态突然发生了变化，这件事有蹊跷。还有的说魔力分的不公平，他家的魔力被别家偷了；还有的说魔网不安全有隐患，拒绝使用。你好啊。瑞贝卡，从现在起，你和菲利普要加强魔网的保护，防止意外发生。是，先祖大人。我多2个金币，肯定还有人说您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。领地的风向出了问题。风向？黑暗山脉的特产不洁之风，能影响人的心智。原本风吹向荒无一人的密林，现在不知道被谁引到了这里。原来如此，有什么对策吗？钓鱼。我的大人，不如我把那些不听话的大懒虫赶走几个，或者让那2个骑士镇压一下。镇压你个鬼！他们在逐渐开化，有了主见，这是好事。这也叫主见？疑惑与逆反，本就是开拓和发展的必经一环，只是需要正确的引导。是，没了大人引导，我们都会在无知之路上一个个失踪。喂，大人，在吗？讲。有2个领民失踪了。失踪了？还真让这天眼找到了，保持警戒。看来还真有人不希望你们顺利发展呢。这些全是一人所为。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合理，启动全领最高警戒战备，立即开始第1轮热能射线枪实验，魔能装甲全部解锁。大难临头喽！他的话是神旨，赐福我们。
虚无的黑被圣光划过，照亮我们。敬祝伟大的圣光神，您的追随者维罗妮卡。圣女大人，前方便是新塞希尔岭了。告诉士兵们，全体步行入岭。是。就是这里了。圣光给予我的启示已经很明显了。灾祸降临，厄运啊！这是厄运啊！我要见领主大人。你怎么样？好冷，好冷。荷尔里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先祖大人，这些人突然发病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这也是不洁之风的影响。难说，但是肯定有人在搞鬼。先祖大人，大人，瑞贝卡，快来！他们要拆掉魔网！魔网一定是魔网带来了污染，拆掉魔网！害死我们所有人！再亵渎灵魂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得把它拆掉！拆掉魔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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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以塞西尔之名起誓，一定会守。菲利普大人，放心吧，魔网拆除后你会好起来的。快呀，快！拆掉它，拆掉魔网！伟大的圣光之神在上，请赐予我治愈的力量，指引庇护众生。这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好了，好了！赞美无主，大家都好了，赞美圣光。太好了！你怎么样？你是？初次见面，开拓者大人，维罗妮卡向您致敬。
帝国的圣女。是啊，我的大人，维罗妮卡全名维罗妮卡·摩恩，是安苏国王最疼爱的女儿。全领发病，分分钟就治好了一半，不愧是圣女啊！但是你说她放着帝国公主的身份不要，却皈依了圣光教会。哎呀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圣光神相中了她。不过，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传闻。传闻？传闻中，他总会及时地出现在一些发生灾难的地方，就像是他知道哪里要出事一样。总之，无论传闻如何，事实上，他所游历的地方总能出现一大批新的圣光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有鬼？我可没说啊。无论如何，既然来了，我们还是要以礼相待的。其余的按计划走。是，我的大人。大人，圣女马上就回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下连我都被您迷住了3秒。走，钓鱼去。新塞希尔岭感觉怎么样？气候不够宜人，环境也不优雅，但李明善良又朴实，我很喜欢。哦，还真是中肯的评价。国王大人安康与否？他很健康。家父总向我提起您。都提起我些什么呀？他让我离您远点儿。啊？其实这次来，也是为了履行家父的一个诺言。你说的是那100位工匠，对吧？没错，他们明天就到。想必那100位工匠能让新塞希尔岭发展得更好。开拓者大人，请恕我冒犯。愿圣光保佑您。啊，对了，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有胡子的男人。喂！干嘛？刚刚为什么不理我？他明显有问题。嘘，别吵。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有在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老皮，高维那家伙现在干活都不靠谱的。错了，听这个才对。神圣的圣光之神，一切进展顺利。如此一来，新塞希尔岭的人将无一例外成为您新的信徒。谁在哪儿？就这些？这还不够。先祖大人，合理。如您所料，维罗妮卡在治疗领民的同时，总是在打听领地的事。他还总是问我们会不会加入圣光教会呢。看来这下又要干票大的了。大的？珍妮，别东张西望。哦，是。科恩副团长，请务必安排好工匠们的交接。是，大人。除了圣女，可疑的还有3人：副团长科恩，一位工匠，还有一位普通的士兵。按计划行事。要给钱呢？下次一定
我，你是那个偷看我的小姑娘？圣女大人，圣女大人，真的是您！怎么了？太假了，再自然点。想必您能看得出来，我信奉暗影女神，与圣光无缘。但是，宽容的圣光之神会教化一切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真的吗？我爸爸也得了那种病，但他固执己见，不肯来治疗。没办法，我想拜托您前去为他治疗。拿出点诚意。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。带我去见他。就是那里。这个时候，摔倒。你怎么了？不用管我，爸爸就在里面，你先去帮他吧。谁？圣光女，你来干嘛？若不是你女儿的要求，你想干嘛？带上它。神圣的圣光之神，一切进展顺利。如此一来，新塞希尔岭的人将无一例外成为您新的信徒。你好啊，维罗妮卡。也许我们应该换个地方谈谈，不过现在还请你配合，否则我不敢保证德鲁伊先生会对你做些什么。原谅我再当一回反派，选吧，如实交代，还是……抱歉，圣光只会眷顾他的追随者。什么？换句话说，你的权限还不够，小弟弟。放心，开拓者，我来此的目的，一是为了确认宏伟之桥那边的畸变体状况，二是为了警告你，当心提丰帝国。我将会助您一臂之力，这不光是为了安苏，而是为了所有人。为了所有人。我的大人呐，这条鱼咱们可钓不起呀。也许它本来就不是我们要钓的那条。恕我直言，这下您大半的领民都将会成为圣光的教徒。这并不全是坏事。叛逆与反抗后的变故会让民众变得迷茫，这时候信仰往往能起到更好的作用。何况
我们还有的选吗？现在捉拿真凶才是紧要任务。真凶？改变不洁之风风向的并不是圣女，有人借了圣女的幌子，趁机做坏事，那个人才是真凶。是他们。是时候了，拜伦，行动！遵命，大人。我能 A 组就位，我能 B 组就位，兽王。别动 ！A 组 J 的科恩搜出了一封举报信，别动！这里是至高安苏的领地，你们竟敢私自让平民使用魔法！看来不是他。B 组的，大人，这个卑劣的骑士盗窃了魔晶。还有前科，是个惯犯。把他带过来，我要审问。你好啊，我的大人，不洁之风消失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抱歉，那个盗贼会拟态，让他给跑了。拟态？差一点就让他破坏了魔网。那边的德鲁伊，快来个自然之力！自然之力，疗伤用的。还是这玩意儿更好使。来，这种伤，德鲁伊是治不好的。哦。又是他。谁？巴蒂亚，一个危险堕落的邪教徒。这伤口正是他的风格。至于详细情况，你的那位家族骑士也许更清楚些。圣光未让我久留，高维大人，后会有期。以下的话，圣光神听不到，我只说一次。发展好你的领地，诸神虽多，却唯有圣光之神可以包容一切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你的意思是？短期之内，不洁之风不会凝聚。再见了，开拓者。出发。大人，您知道拜伦去哪儿了吗？啊，拜伦？一整天了，一直都联系不上他。不得不说，这下连我都被您迷住了3秒。哼，走，钓鱼去。你确定不是圣女所为？将2人树化。除了触犯禁忌的德鲁伊，没人能做得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，
皮特曼有问题。不只是他，还可能与我的一位故人有关。大人，我再次请求您的信任。哦，我看过你的人物菜单，属性善良。属性？我肯定信任你啊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大人，真凶一定还会再次行动。我有一个计划，但是，请不要告诉赫迪。菲利普，马上派人去找拜伦。是。大人，拜伦他……放心，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骑士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皮特曼是德鲁伊，刚来领地就出现了不洁之风，自然摆脱不了嫌疑。但是不能打草惊蛇，得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这个真凶可不简单呐。是啊，本以为选了简单难度，现在才发觉，好像是地狱模式。老皮，该交代交代了吧？听说过万物中王会吗？万物中王会，玩弄生命，揉捏灵魂，相信万物都将灭亡的堕落德鲁伊组织。快逃！很不巧，万物中王会的某个重要角色盯上了你，巴迪亚。我说过，再见面时，我真的会杀了你。德鲁伊法术窥探生命能量，同样也可以对其肆意把玩，使用起来全凭良心。发现那2个领民被树化时，我就怀疑是万物中王会搞的鬼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涉及到我的一段波澜壮阔但却走偏了的黑历史。不过我发誓啊，我早就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。如何证明你不是巴迪亚的拟态？无法证明，这便是他的拿手好戏了，让人互相猜疑，分不清敌我。隐瞒信息，不及时通报，罚你半个月工资。别呀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看来你果然是真的皮特曼啊！假如真凶不是皮特曼，那便坐实了是他，你的那位故人。对，邪教徒巴迪亚。大人，如果是他的话，请您不要插手，由我来解决。先回领地吧，还有个可疑的人等着我们呢。谁呀？那个工匠，詹妮佩罗。魔法豆和蜥蜴草调和性不佳，下一个。这是什么酷刑吗？县祖大人，詹妮是4级符文师，刚刚是在帮忙测试配方啦。什么配方？水泥。县祖大人，你怎么了？你，你知道为什么被抓起来吗？是因为偷看您的笔记本，而且在你的行李中还发现了这个，其中有些关于魔网的内容，跟我这本笔记的记载完全相同。我不认为这个是巧合。我的笔记本是一位同门的遗物。遗物？他叫拉文凯斯，曾专注于魔网研究，重现魔网是他毕生的追求。但是，除了我，根本没有人在乎他的魔网。直到我来到这里，看到您的那本笔记。大人，
如此坚持魔网研究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每一个平凡人都能用上魔法。审讯结束，瑞贝卡，给他松绑。以后就跟瑞贝卡一起搞研究吧。先从整理笔记做起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刚刚水泥试验的失败品。哦。大人小心，稍有震动，它就会会怎样？爆炸。水泥会爆炸，这合理吗？抱歉，大人，我这就把它们销毁。先等等，换个思路，你这个发明或许有大用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就叫它瑞贝卡水晶吧。放置水晶。好了。这次明明纯度更高啊，为什么没有炸啊？这些水晶性能不稳定，也许还需要调整材料。也许不是材料的问题，这些水晶的性能发挥受到周围魔力干扰的影响。想让它们性能稳定，您缺少一个常数。哦，常数？一个魔法常数。那是5年前，我刚去法师塔当学徒的时候，因为出身卑贱，总是被导师以各种理由惩罚。也是在那时，我认识了拉文凯斯。私自闯进魔法实验室，小心这次被打断腿哦。我只是借了支笔而已。那些木板上的公式，是你算的？他和我一样，对魔法基础有近乎痴迷的追求，造诣也远超于我。我有个计划，要不要加入？什么计划？为了造福像你我这样的可怜人，我要重现魔网。我被他的精神吸引，很快便和他熟络起来，也帮他偷偷搬运着材料和文献。几乎只差一步，我们就可以完成魔网。但那时，导师抓到了我们，他替我接受了导师的惩罚。珍妮，拉文，导师让我去重建失控的魔力井，魔网的最后一步由你来完成。但是你，这条路上没有但是。还记得那个尚未确定的魔法常数 E 吗？我会在任务中亲自验证它。如果我活着回来 ，E 就等于 1.29；如果我没有回来 ，E 就等于1.66。拉文，他最后没有回来。大人，请允许我对瑞贝卡水晶进行常数调整。哦，要怎么做？激活水晶的同时，输入算好的魔力常数，只要在爆炸前将稳定值调整到100%，晶石就能达到稳定的性能了。这个方法确实可行，但是这条路上没有但是。他担心魔法干扰实验过程，拒绝了魔法盾的保护。大人，没关系吗？我相信他，也许他是我们当中最适合穿白大褂的那个人。
稳定值17、35、29，出现波动，开始调整。48、72。大人，叫成功了！94、97。稳定值0，这个常数是错的。大人，他需要助手，用E等于1.29再次计算。但那是排除的。炸了我顶着。是。重新计算魔力。稳定值82、93，大人。继续。稳定值急速下降中。继续。5、4、3，大人，会炸的。换用旧计算值。稳定值100，大人成功了。可为什么拉文的常数出现了问题？因为比起魔网，他更在乎你。什么？在我的笔记中，有一条尚未破解的公式，1.29和1.66是这条公式的2个解。经过我的演算，数字中其中一个能让魔能变得更为强力，同时也变得很不稳定，而另一个数字则恰恰相反，它能让魔能消减，最终使魔力沉默，变得温和而可靠。可惜当时的拉文凯斯并不知道如何准确地使用它们，他唯一知道的是你会不惜一切去研究这2个数字，这无疑会给你带来威胁，所以他只告诉了你半个真理，那个象征安全的常数。这样你在进行实验时，尽管得到的不一定是永远有效的，但永远是最安全的结果。正因为他不想让你遭受威胁，尽管代价是他的生命。1.66是他送给你的最后一个高阶的礼物。好吧。Hardy， 记录：发明瑞贝卡水晶的同日，詹妮佩罗测试出新塞西尔岭魔能发展的关键理论。作为纪念，我将之命名为拉文凯斯常数。菲利普大人，拜伦大人他，该死！拜伦大人他在坦桑镇牺牲了。拜伦大人他在坦桑镇牺牲了。牺牲？姑妈！菲利普，皮特曼，琥珀，跟我立刻前往坦桑镇。瑞贝卡、赫蒂，留守领地，保持警惕。大人，贸然前去危险呐！那就多带几枚瑞贝卡水晶。看那边。他没死，但也没活。妈呀！这正是万物中王会的特色。
靠这种术士抽取的不是人的生命力，而是思想。思想？他们正在搜集情报。啊！这里都是他的耳目，走这边。前方安全。他这样抽取思维，似乎是要迫切地找什么东西。找东西，这就是他袭击塞西尔岭和这里的理由。那样东西一定相当重要，以至于他这几百年来从没放弃过。只是像这么大规模的下手却很少见啊！几百年，他到底活了多久？他和您一样，诞生于刚铎时代，大人。这是菲利普的剑。大人，他可能就在附近，分头找。700多年了都没死，你确定巴迪亚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人？你不是也没死吗？他所携带的5星级堕落德路伊气质是不会错的。巴迪亚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人类，而是某种更特殊的生物。您知道，那是个魔力充沛、种族融合的年代，大人。我读过类似的文献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巴迪亚生性残虐，难以控制。传闻中，为了肃清他，他的另一个同族已经追杀了他上百年。啊，大人，找到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皮军师，不如您来露一手。好办，好办。妈呀，老皮！你给我等着！大人，请。放心吧，大人，他自称暗夜严选，死不了。菲利普，菲利普！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拜伦大人他被一个女人。他在哪儿？应该还在前面，跟我来。啊，菲利普。是安德鲁府，就是这儿，大人。救我！安德鲁。安德鲁，你怎么样？高伟大人，是他，小心！彼得曼，小心！彼得曼！
这里居然有个溶洞，来路已被封死。早知道你有问题。让他给跑了。大人，他破坏了我们的通话器，一定有什么阴谋。领地里可能有危险，要想办法尽快回去。但是只剩这一条路了，大人。那种让藤蔓枯萎的药水还剩多少？啊，哎呦，这不够啊。那加上这个呢？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喂，赫蒂大人。菲利普，你还好吗？万幸无恙。高维大人让我先回领地。哦，对了，拜伦大人他回不来了。啊？什么？哼。菲利普大人，你回来了。瑞贝卡水晶爆炸，有意思。这里没有。走，看看那边。是。临时关闭除魔网外的一切公共设施，再加强巡逻。这里没有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边也没有。姑妈。做得好，瑞贝卡。我先休息一下。看看那边。走。如果我出事了，就把这封信交给大人。喂，快点，大人。珍妮，魔王有些不稳定，你最好过来看一下。别慌，我马上到。不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这里好像是刚铎的遗迹，是为了躲避魔潮建造的庇护所。人类必将永存，纵使什么？看不清了。南方的地下还埋着不少好东西呢。你不会是把我也算进去了吧？啊？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
分了，大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时代变了，巴迪亚大人，这玩意儿虽然只是个试验品，但是掀开你的头盖骨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巴迪亚大人，你们搞错了。700多岁呀，你的灵魂年龄可不会错。大人，解决了他，您就是岁数最大的那个。等等，你真的是拜伦？你就是巴迪亚的那个族人？醒来后，发现了菲利普，我带他往外走，直到遇见你们。想不到那个隧道竟然通到这儿。这个刚铎帝国的地下基地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大。拜伦，守好这里。巴蒂亚一旦落败，必定会从这里逃窜。谢谢大人。不客气，拜伦大人。接下来就要动真格的了。菲利普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谢谢您，赫迪大人。你好啊，巴迪亚，总算逮到你了。追你很久了。故事我从头讲，你给我认真听。你为了寻找某个东西，潜入了坦桑镇，不惜代价，企图将整个坦桑镇禁锢在思想堡垒。好在赫尔蒂和拜伦已有所察觉，然后你顺着坦桑镇地下的刚铎遗迹来到了这里。你打算先毁掉魔网，但被拜伦捉了个现行。最无法饶恕的是，你为了获取情报，杀害了我的2个领民。随后，你又引来了不洁之风，造成了大范围的污染。倘若没有圣女的帮助，新塞西尔岭的领民都会疯掉，就像如今的坦桑镇一样。唉，但是现在这些都不再重要了。很遗憾 ，Game Over。巴迪亚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究竟在找什么？你究竟在找什么？哼，你们还是先关注一下自己的死活吧。大人，救救我！第一个，大人，救救我！第二个，妈呀！大人，救我！干嘛呀？这可是吃饭的家伙！第三个，是瑞贝卡水晶，它要引爆魔网。所有的水晶已实现全魔网联控，没有权限你是引爆不了的。哼，没有叔叔我的魔法签名，任何操作都是无效的哟。皮特曼，快帮他们治疗。好嘞。别动！哎，你找谁？不好意思，走错了。
圣光神在上，圣女大人依旧眷顾着我。高维大人说了，我们可是无所畏惧的。看穿了本质，你也不过就是只纸老虎。哼，从侧门跑了。皮特曼，你的恶行该结束了。虽然你擅长蛊惑人心，但是现在有圣女的庇护，领民们不会再受你的控制了。而且无论你怎么拟态，魔网都会告诉我你的准确位置。所以你是逃不掉的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可恶！想走？此路不通。虽然你毫无善意，但还是要感谢你为我们领地做出的绿化工作。哼，还没有人能拦得住我！唉，太久了不出手，都忘了我是个骑士了。后会有期，高维大人。暗影界，琥珀，琥珀。暗影界似乎想告诉我什么。我只需要你背叛他。拜伦，拜伦！你躲在暗影界里干嘛？大人，立刻前往刚铎遗迹，拜伦有危险。又是你，阴魂不散！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来吧！
上有那么多条路，而你却偏偏选择了守护塞西尔。可谁又知道，塞西尔的守护骑士，居然是个活了几百年的实验体。你甚至抛弃了真名拜伦科克。我不明白，你这么做究竟有什么用？你是在亵渎你的使命。也许我应该查查你的脑袋。守护塞西尔就是我的使命。放开！放开！怕是你我都是不死的。叛徒！疯子！你这是病态！不，这是正义！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拜伦，拜伦！大人。当你们决定和万物中王会作对时，你们的丧钟就已经敲响了。此时此刻，我以真名起誓诅咒你。大人，我们来了！哼，来帮手了。琥珀，快！我尽力。放开他！嘘，听，他的倒计时开始了。想救他，请便。关之女儿，你咋了？一下拉这么多人进暗影界，我快顶不住了。皮军师，有头绪吗？无非是两个选择：冲进去干掉仪式者，或者被仪式者干掉。所有人先退出暗影界，在外面等我。大人，放心，我去把咱们的拜伦抢回来。琥珀，你们在外面等我的信号。信号？我有个计划。哼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小姑娘来救他。骑士大人，我还是给你安排一个更合适的对手吧。实验体的心脏才是控制他的命脉。我的骑士去保护我，去杀了这个领主大人。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，但我是不会靠近你这只老狐狸。大人，快走！不投降。和700年前的实验体打，我没有胜算。再说了，你我的目的又不一定冲突，都是700年的老帮菜了，不要整天打打杀杀的。拜伦大人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要投降就得齐齐整整。
我的条件只有一个，你找的东西分我一份。好啊。拜伦，看看，这就是你效忠的蠢领主。大人，当你选择和一个传奇骑士近身搏斗，你的丧钟就敲响了。因为骑士永远比法师牛。终于逮到你了，是时候为你的烈行付出代价了。卑鄙！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消灭你。我诅咒你们，终将无法摆脱万物中王的命运。我们干掉了巴迪亚，万物众王会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随着我们的不断发展，遇到的敌人会更多。战斗尚未胜利，同志仍需努力。大人，拜伦大人他怎么样？哈，生龙活虎，好着呢，只是需要休息一下。你先汇报领地情况吧。其实，在和巴迪亚战斗前，詹妮就已经借助魔网，为每间房屋都设置了定位报警装置符文。啊，没错，这样就能时刻知晓领地内异常发生的位置。巴迪亚一战已经验证符文有效，干得漂亮。还有就是魔网，瑞贝卡大人按照您的要求，研究出了魔网的无限拓展结构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同时架构多个重复的魔网单元，将任何一组魔网失效，也都不会影响整个领地正常运行。冗余，优秀啊！但也有一个坏消息，大人，您的领民扩招计划遇到了些问题。怎么了？第一批来的是一群流民，他们在来的路上失踪了。什么？铁门，快走！切！大人，他们出发了。继续查其他流民的下落。是。查清楚了吗？这会儿佣兵来路各异，大多数是提丰那边的。提丰？安苏和提丰正处于紧张时期，彼此渗透嘛。不过他们的目标只有流民，大人怎么处置？这里是新塞希尔岭，流民也应庇护。可是其中有一位法师和不少骑士，不好捏呀。不好捏？那就打游击战。保护队，就位。保护队，收到。是敌袭，迎敌。去看看。向我聚拢，加盾！这群牡丹鼠辈，竟
真正的法师就逃了吗？啊！快走！滚！大人说过，敌进我退。哦，对。王爷，在法术冷却，钓鱼打窝成功。法术队就位。哎，哥几个，先别跑了，咱们现在是法术队了。哦，对。是暴元术，对面也有法师，后退。记得战后清扫，别让火一直烧着。放心吧，大人。喂，奇袭队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别忘了，这次的任务可得加钱。再打白宫，我可要，你可得。这次一定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奇袭队收到。别动！哎呦！刚才要是不管那一发冰弹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反正姑妈的法术也打不中人。战略支援队任务完成，县主大人还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马上我将打响这场战斗的第一枪，当然，也是最后一枪。高阶法师，敌人有高阶法师，撤退，快撤退！全队注意，自由作战。敌人法师太多了，咱们是骑士，有盾怕什么？哎，我的盾！救命啊！快撤！这人太厉害了吧！快跑！别说了，快跑！就快跑出去了！快走，就快跑出去了！快！嘿嘿，一个老弱病残有什么好怕的？兄弟们，为了骑士的荣耀，干他！不是说了让你静养吗？我找大人有事。有什么事，回头再说。是。老实点。就剩他了。其他的都说听他的，看来这是他们的老大呀。去捉一批无家可归的流民。
还真是有骑士精神啊！哼，拿钱办事而已。哼，有钱干什么都行。哼，废话。这些够了。嗯，是谁雇的你们？康德，维克多·康德。康德会雇你们去抓奴隶？他雇我们很久了，但抓流民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当奴隶。那是为什么？别担心，他没有武器。他是为了让他……大人，小心！入梦。看来你早就盯上我了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说的没错，自从你来到黑暗山脉，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不过今天把阁下叫至此地，只是想向您了解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700年前，在永暗海域中，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？永暗海域，这个地方我从未听说过。难怪700年或许让你忘记了太多事，那就让我来帮你回忆一下。告诉我，你究竟在那儿看到了什么？还以为是什么好客的隐藏 BOSS， 看来不过是一个记忆小偷吧？你确定要看我的记忆吗？不！这不可能！几十万年的卫星监控你都敢看，脑壳不要了？你说的永暗海域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迟早会想起来的，到时候你就会认同我们。维克多，我们何时才能醒来？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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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睡了多久？几分钟而已。已经死了，它是永眠者入梦的媒介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永眠者们的消耗品。永眠者是什么？永眠者也是暗黑教会之一，他们最擅长借梦境以假乱真。一些高级别的永眠者，甚至可以让梦境成为现实。某种意义上讲，比万物中王会更加诡秘。噩梦成真，这么恐怖。大人，前几批流民的去向查清楚了，在白水河以北的康德岭。还真是维克多·康德，京北的邻居。看来还真是有必要去打声招呼了。这个自觉的地盘路怎么这么阔呀？都快电散架了！喂，这次来康德岭，怎么就带我跟菲利普2个人啊？带全家人登门拜访，你礼貌吗？切，你们这些贵族啊，还真小气。
合格。动起来，女士们！全屋亮度调低1成，书房前水渍3处即刻打扫。水桶收起来斟。是。艾米，再上批新鲜的。是。加快速度，还有20秒钟，女士们。欢迎至高无上的传奇大公，高维塞希尔。希望您不讨厌阴天，大人。维克多·康德向您致敬。大人，请在此歇息。您的随行人员，我们会另行安排。累死我了！这家伙跟我住就行了。明白，大人。来的路上都打探到什么了？这边的领民对领主都十分赞许，冬天不用做工，领主甚至会发放额外的粮食。其他的宽松政策什么的我不讲，重要的是，领主会按时结账哦。嗯。只不过有些领民好像很怕这座城堡。怕？嗯。哎。您是？啊，您好，您就是高维塞希尔大人吧？我就是高维。您是？莉莉丝·康德，这座城堡的女主人。我是莉莉丝·康德，这座城堡的女主人。子爵夫人。但愿您住的还算舒适。啊，那是我的贴身侍卫。啊，欢迎您的来访，请恕我病痛在身，没能迎接。我有些治疗药剂，也许可以帮上忙。不必了，大人，那是一种很罕见的病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些奇怪的声音。哦，天气不好，多半是狂风作祟。我身体不适，就不便打扰了。啊，夫人请便。那盏提灯。啊，你们这帮贵族啊，那么老的老头娶了个能当他孙女的老婆。噩梦成为现实。还是精灵血统好，哪怕你这700年的娶了我，我也敢说我和你同岁。对呀，趁着月黑风高。不如我们就在今晚。以后家产可要归我管。来个夜访康德陵怎么样？咱们就不能先去吃晚饭吗？没有胃口。可那是特意招待我们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吃下的鸡腿可能是一段树枝，甚至是死人的手指头呢？啊！你可别吓我。我们很有可能正在一场巨大的幻象，不是梦境中。
道这些食物都是假的？哪儿？莉莉丝的卧房。叶袭女士的卧室。咦，倘若她还住在这里，突然打扰确实很失礼。但是假如这里根本就没有人住呢？管家卡特的契约。好奇怪。什么？这是子爵夫人的日记，但30年前就不再写了。难道说……接着说。他们早就离婚了，所以这里没人住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属性。啊！幸好能躲进暗影界。这个暗影界好像和外面不太一样。是啊，暗影界是真实世界的倒影，应该和外面一样才对。这里怎么这么破？或许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才是这座城堡的真实面貌。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别急啊，子爵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菲利普，你去打听一下被抓起来的那批流民的去向，顺便打听一下子爵夫人的事情。来一杯，牛奶。啊。新来的？初来乍到。听说康德岭有个开明的领主，周围很多的流民都来这里了。一定是听错了，这里怎么会有流民呢？不过啊，维克多老爷确实是我见过最慈善的领主，挺好的人啊。康德令啊，可是10几年都没饿死过人了。好，真是难得的好领主啊！想必领主夫人也很贤惠吧？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外地人，不知道也很正常。那是个可怜的女人。唉，那件事不该发生在她的身上。
30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晚上，那天正下着雨。年轻的维克多老爷刚视察完谷仓，正带着莉莉丝夫人和贝尔姆少爷在回来的路上。能让路如此湿滑，不用说也能猜到，马车滚下了山崖。没人知道老爷出了事，直到第2天天晴，子爵夫人才浑身是血的出现在镇子上。他在城堡里足足等了3天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老爷和少爷的尸体。绝望中，他捧起了桌上的毒药，一饮而尽。谁知道隔天早上，老爷和少爷竟完好无损地回了城堡，他们没死。太可怜了，劝你远离那个城堡，外乡人，那里尽是些冤魂。子爵夫人已经死了，十有八九。这么说，那个莉莉丝是幽灵了。维克多子爵被妻子离世打击，受了邪教徒的蛊惑，试图复活亡妻。是啊，剧本都喜欢这么写。但是为什么那盏提灯会在莉莉丝的手上呢？提灯？那盏提灯我在700年前就见过，当时是梦境女神官用来舒缓人心的法器，看来是落到了永眠者的手上。如果维克多子爵是施法者，提灯应该在他手上才对啊。也许只有这座高塔能给出答案了。你要干嘛？那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呀。打不过，撤！你说你非探索暗影界干嘛？说好的 RPG， 我也没想过是恐怖游戏啊！什么？快拉我们出去！早拉了，这个地方人间保护。那怎么办？只能从进来的地方回去。分头跑，莉莉丝的卧室汇合。干嘛老追我呀？来了，心智震慑！就在前面，快进去！老板，不要！
想走了。难道有什么结界限制了这家伙的行动？老板，事先说好，这可不是加钱就能解决的。好样的！那个高塔里究竟锁着什么？你不会还想招惹他吧？算了，这次就先回去吧。大人早安，维克多大人邀您共进早餐。好，我稍后就去。好的，大人。菲利普，你那边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请。大人，确实发现了一些疑点。佣兵明明把流民抓到了康德岭，但是这里的人却丝毫不知情。更奇怪的是，您说的那位女主人莉莉丝·康德已经死了，对吗？哎，您怎么知道？故事都喜欢这么讲。还有就是，这里种了很多魔药，城堡的魔力尤为旺盛，而魔力的聚集点在北边的一座高塔。被困在高塔里的幽灵。大人，这边请。可以断定，失踪的流民一定跟这座诡异的城堡有关，而领主维克多很可能就是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。那就当面质问吧。早安，维克多子爵。早安，大人。哎，这鬼天气！本来计划带您参观整个康德岭的，没关系，雷雨天更能给我在家的安全感。夫人的健康令人担忧啊，她生的什么病？啊？您已经见过她了？她脸色很差。唉，我可怜的莉莉丝，病痛让她见不得阳光，只能终日待在北边的高塔里。于是，我栽种了大量的魔药去救治她。你确定她真的有病？啊？今早她还在跟我打招呼，没有一丝病痛的吗？啊？难道我搞错了？人生50年，宛如梦幻啊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从来都比你早醒，比你晚睡。仆人是她的笔，管家是她的信。即使见不到她，你也知道她在哪里，渴望着什么。你能感受到她时刻在对你倾语。维克多，假如她真的还在你身边，你愿意醒过来吗？大人，您该去吃药了。哦，很高兴与您共进早餐，我先失陪了。菲利普，跟着他。琥珀，醒醒，起床加班了。入梦者已察觉2级意识层，潜意识频率区出现松动，计算节点正在受到威胁。是我梦到了他，还是他的梦中有我？暴露风险超过50%，优先保证计算节点的隐蔽性。人生50年，宛如梦幻。卡特，你是真的吗？大人！
大人，先给他服药，再去找牧师。是。什么？子爵死了？还没有，但生命垂危。看来勾结永眠者用梦境控制康德林的人是卡特。他担心维克多醒来，所以杀了他。这时候刺杀，也未免太巧了吧？菲利普，卡特是跑向高塔了吗？没有，是城堡的后面。大人，管家卡特消失了。仔细搜索管家消失的地方，说不定你会中个头彩。我以为您会挑个好天气再来拜访，大人。我本来也这么想，只是出现了一些变故。维克多被刺杀了，但这对你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新闻，对吗？公爵大人，这种晨间玩笑并不好笑。先让一个人被怀疑，然后再让他消失，这样就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他的身上。但是你编织的梦仍有漏洞。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漏洞一，一个每年都去视察子民农庄和药田的好心领主，却对早已残破的路视而不见。漏洞二，在谈及子爵夫人，也就是你的时候，子爵大人明显变得迟钝和茫然，就好像在人为填充记忆一样。而且这里的人对你的说法不一。很明显，是我的突然拜访破坏了这个梦境的逻辑，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补充设定。漏洞三是那盏灯，不巧我曾经见过，而且还知道它已经变成了永眠者造梦的法器。我猜你才是这个梦境真正的主人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来这里只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开端在30年前，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。年轻的子爵乘坐一辆马车疾驰在雨夜之中，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和儿子。或许是因为路滑，或是有谁下到了马匹，导致马车滑入了山涧。子爵先生和他的孩子当场毙命，而他那更加不幸的妻子，很显然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和压力，所以她选择让自己死去，而让她的丈夫和儿子幸存下来。至少永眠者是这么对她保证的。你接受了永眠者的力量，在梦境中重塑了自己的丈夫，甚至让他在这个梦境古堡里当了整整30年的领主。夫人，梦该醒了。公爵大人，您不该来这个地方。如果您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，那该多好。30年来，维克多把领地治理得很好，不是吗？破坏这一切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用了成千上万流民的性命来维持这一切，而他还即将威胁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，所以破坏它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好处。但您该如何破坏一个梦呢，大人？永眠者维持梦境，需要同时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，需要大量的脑仆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计算力。看来菲利普已经找到了施咒的场地，切断了计算力的来源。
你的梦境维持不了多久了。维持梦境的第二个条件，就是梦境里的提灯。可惜，真正的提灯并不在这里。是啊，那可是相当重要的法器。还有什么地方比暗影界里更安全呢？对吧？怎么又加班啊？这班好加，干你的老本行而已。说吧，康德家祖坟在哪儿？不是让你挖人祖坟，那是啥？从暗影界里把那盏提灯偷出来，以后加班费都按10倍工资起算。老板，救命啊！这也行？那逝去的终将归来，不仅在梦境中归来，也会在现实中归来。失去了养分和提灯，梦终归荒芜。现实没给我太多，现在连让我活在梦里都不肯吗？但是这个梦的代价太大了，牺牲了太多无辜的人。倘若对于神而言，传说是信仰的起点，那对于我而言，贝尔姆的传说就是我梦的终点。公爵大人，你以为你自己赢了？我的儿子已经回家了。唤醒梦境的痛觉是如此真实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，痛苦还能带来喜悦。可以下班了吧？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东西要来了？他怎么从暗影界跑出来了？那逝去的终将归来，不仅在梦境中归来，也会在现实中归来。你竟然用30年来积攒的庞大魔力，把这个梦境中的怪物塑造成了实体。作为康德家族的继承人，他来继承这份家业和荣耀，你永远也无法阻止他。黑暗仪式中孕育出来的只能是个怪物，他若出来，整个领地都会遭殃。快让他停下！来不及了，我们终于能在现实中重逢了。莉莉丝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来看看你，来看看我，来看看我们的儿子。
能来这里！你不能来这里！夫人，请不要再干扰我的精神。其实，我早该猜到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噩梦。噩梦？这怎么会是噩梦？这是让我们全家团聚的唯一希望。永眠者让我们在梦中复活的同时，也向我们索取了大量的脑部。我们原本是保护平民的一道屏障，是让他们安心生活的依靠，但现在竟成了永眠者的帮凶。我们貌似活着，却终日惶恐不安。与其像傀儡一样活在梦境，我宁可让自己醒来，去面对死亡。莉莉丝，你愿意陪我一起醒来吗？维克多，我们何时才能醒来？你已经醒来了，不是吗，夫人？感谢您的帮助，高维塞西尔公爵。在我的灵魂彻底坠入黑暗和一切不可挽回之前，是您及时出现，驱散了这片土地上的阴云。所以，咱们其实是跟3个死人纠缠了这么久吗？或许世上最不识趣的事，就是强行叫醒装睡的人了吧。大人，这是康德子爵的信。高维公爵，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的灵魂应该已经重获安宁。若能换一种时机，换一种方式，与您的见面或将成为我这一生的荣耀。我愿成为您的骑士学徒，与您一起征讨黑暗山脉，成为贫苦人的保护者。但这一切终究是无法实现了。除了城堡中的财物和那些农庄以外，我再无力对您补偿。请警惕，永眠者的阴谋绝不只是一个康德岭这么简单。他们有一个庞大的计划，一旦得逞，所有的智慧生物都会被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在这日渐衰退的王国之中，您已经是人民唯一的希望了。用30年的梦境，只换得了一瞬间的清醒。最起码维克多把这些农庄打理得很好。子爵免除了所有领民的债务，并让您接手康德岭。唉，又是一个烂摊子。老方法，先集中领民吧。让他们也成为开拓者，你来当老大。不，让他们投票选出自己的领主。大人，高维大人，赫利，怎么了？总算联系上您了。宏伟之墙那边的魔力波动十分。赫利，赫利，畸变体要来了。撤！撤！昨天有一支巡逻队没有回来，早上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。
凭现场痕迹推断，很可能是落单的一支。一支就能伤害一支巡逻队吗？等等，落单？您自己看吧，大人。看样子，跑出来的畸变体不是小数。幸好宏伟之墙已经开始自我修复，暂时不会有新的畸变体跑出来。可是，跑出来的畸变体，畸变体对魔力涌动非常敏感，我们的魔网无疑会对它们产生巨大的吸引。很快，新塞希尔岭将面临整个畸变体大军。合理，通知领地，将魔网功率降为最低线。拜伦，调一队士兵，带着高纯度魔晶，听我指挥。是。700码，左转700码，撤！执行，加速，撤！注意右侧。利用手里的魔镜，把他们引向峡谷方向。是，收到，收到。这些魔镜耗尽之前，还能为我们赢得几天的时间。合理，必须尽快修筑好城防工事。明白。拜伦，我们还需要一个样品。样品？听说了吗？啊？听说什么？畸变体要来了！哎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别瞎说！他没有瞎说。啊？爸爸，那是什么？几个月前，旧塞希尔岭被畸变体摧毁、腐化，现在他们又找上门来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我们不逃吗？逃避虽然可耻，但是有效，确实有一线生机。但是因此，你们将再次回到暗无天日的奴役和劳苦之中。更要命的是，畸变体会循着我们的足迹，一步一步地逼近，直到腐化完每一寸土地。可恶，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？爸爸。 700年前，魔潮爆发，那时南方的大老爷们死绝了，年轻的我们就成了开拓者。为了生存，我们凭着血肉之躯，把畸变体拦在了宏伟之墙内，最终建立了安苏王国。我想说，他们并不是无法战胜的，在足够的威力之下，他们也只不过是一具空壳。是啊，真的是。 太可怕了！今天我们拥有了比700年前多数倍的钢铁和充裕的魔能，而畸变体的数量远比不上700年前那次魔潮。对呀，那逃跑更危险啊！或许我们能赢。况且谁说对付畸变体就一定要正面硬刚？人类的优秀之处，
不正是智慧和勇气吗？对。几天后，畸变体就会到达。为了新塞西尔岭，现在的我们只能团结一致。对，团结一致。对，是没错，必须要团结一致。对。为了新塞西尔岭，为了新塞西尔岭，为了新塞西尔岭，为了新塞西尔岭。接下来正式展开防御攻势。Jenny、Rebecca， 保证每日水晶产量。收到。Purdy Pittman， 按计划组织领民雕刻法阵。收到。收到。菲利普、拜伦，训练好魔能士兵们。收到。是。琥珀。哎，在呢，怎么啦？有几封信，帮我送出去。啊，信？都给谁的呀？永眠者和万物中王会那些邪教徒又开始找麻烦了。愿圣光拯救那些被暴徒侵害的可怜人。陛下，来自高维公爵的信。高维塞西尔。怎么了，父王？畸变体范静即将抵达新塞西尔岭。他来信是向您求助吗？他竟然让我派人去学习他是怎么打仗的，这个老家伙！而且，他竟然打算让平民上战场。让平民上战场，不然呢？我以为您让领民画法阵是为了……国王的援兵最快也要10天抵达，我们又不能撤退，士兵们就这么几个，你觉得呢？但这就变成了一场人和非人的战斗，是一场屠杀呀！那就要看怎么打了。人类和畸变体的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屠杀，关键是看谁更能掌控局势。看吧，决战前长夜永明，这将是一场所有人都将参与的奇迹。1队把水晶运到山口，2队把水晶运到河边。大家辛苦了。有瑞贝卡大人在就不辛苦。加油！这些水晶将会被埋在战场上，借助魔力踏板出发，能造成大范围的杀伤。你可以叫它地雷。还有那边。
这个法阵看起来好像是超大号的爆炎阵，届时水晶将借助法阵引爆，威力几何式增大，可能比 TNT 还要好使些。TNT？ 当然，我们的准备还不止这些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黑科技，似乎正在研发当中。工事如此浩大，有2个问题，大人。你是说人手不足，对吧？没错，仅凭领地的劳动力，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所有的工程啊。除了给国王的信之外，我还写了2封信。第1封信的回复来了，当当！各位大人，康德岭全民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。简直是雪中送炭，你们就听从瑞贝卡的安排吧。是，大人。不愧是开拓者，原来您早就想到了。另一个问题你怎么不问了？反正您写了3封信，物资短缺的问题，想必您也已经解决了吧？第3封信我写给了安德鲁，至于该怎么勒索周边的贵族们，他会帮我们想办法的。哇，这种损招，亏你想得出来！这是五月已过，今天是冷冽之月18日，先祖大人，您的生日。先祖大人，祝您740岁生日快乐！740岁，生日快乐！还真是好久没有过生日了。啊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跟詹妮姐送您的生日礼物。不过，请一定要在决战时再打开哦。谢谢你，瑞贝卡。谢谢你们。为了胜利。各队汇报情况。1队就位。2队就位。3队就位。4队就位。各小队提高警惕，注意游骑兵的讯号。注意！畸变体即将到达第1警戒线。
各小队，准备迎敌。友情提醒，王子殿下，这里真的很危险。感谢您的邀请。放心，我们只是安静观摩而已。顺便提醒您，该准备第一波冲锋了，开拓者大人。冲锋？不，王子殿下，第一波可不是冲锋，叫火炮覆盖。大人，确认命中。水晶上膛，准备第2轮打击。求证，响动清弦2指，采样2个刻度，发！正中红心，打击有效，持续投弹。这么大规模的轰炸，您到底藏了多少法师？这只是常规打击，历史上的战役比这更猛烈的炮火往往会持续更久。可惜，那炮火多数是敌人的。刚铎也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吗？不是刚铎，是更为遥远的地方。汇报战况。大人，打击有效，但爆炸使畸变体分流了。汇报具体走向。分散的畸变体从西侧的树林、东侧的河道和中路的山口3个方向靠近新塞希尔岭。持续观察。是。注意，畸变体即将到达2级警戒线。2队，咬住！明白，大人。干掉他们！先凭借爆炸打散敌人的主力，再分开击破。恕我直言，开拓者大人，前去西方森林的只是一小股敌人，东方河道可是毫无防御可言。你分析的没错，不过河道并非没有防御，只是你看不到。3队，该你们了。是，大人。拜伦大人，这种陷阱未免有失骑士精神吧？那你觉得该怎么办？身为骑士，就应当堂堂正正的对决。好啊，那现在我就和你堂堂正正的较量一下，看谁干掉的畸变体更多。好啊。这个算你的，你赢了。接下来清点战场。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在敷衍我？大人，山口方向的畸变体即将到达第3警戒线，游骑兵，立刻撤出山谷，巡查东西两翼。是。大人，面对悍不畏死的畸变体，我觉得您需要勇敢起来。勇敢？你还惦记着来一场豪迈的冲锋吗？英勇无畏是骑士的美德，为了胜利和荣耀，甚至不惜牺牲生命。如果一直这么躲着，恐怕连最后冲锋的机会
都没有了。时代改变了，王子殿下。真正的勇敢，绝不是勇敢的去死，而是为了你的家人，为了尊敬你的人，你所守护的人，以及曾经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友们，拼尽全力，不择手段地活下去。只要火力够强大，机会就永远在我们的手中。大人，他们来了。已经很近了，可以了吧？再等等，我们在这里埋葬的畸变体越多，领地面临的压力就越小。好，我等你的信号。先走，大人，打击效果。八千！等等，还有存活的畸变体，后面的又上来了。格里，琥珀，撤离战场。是。所有人，准备，武器就位，武器就位，武器就位。第一组，发射！一组储能，二组发射。二组储能，三组发射。三组轮换充能，保持连续开火。怎么了？这玩意儿越来越烫，烫死了！全体！县族大人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给您的生日礼物，现在可以看了。魔导炮操作指南。你们造出来的？瑞贝卡大人日夜赶工，刚刚调试完毕，还没有测试过。那就用实践来测试吧。连接魔网，开始出能。那是什么？充能99%，魔能替换中，功率已达最大。畸变体锁定完成。各队注意，前方高能！
确认战况。攻来，打扫战场。大人，尽管这么描述并不恰当，但是这群怪物确实无一生还。新塞西尔岭守住了！殿下，让附近的援兵撤退吧。也许这对新塞西尔人来说，只是一场演习罢了。另外，联系白银精灵们，是时候巡视一下宏伟之墙了。先祖大人，谢谢您帮我们守住了家园。不，应该感谢你，感谢你们。感谢和我们一起努力奋斗的每一个人，这是属于每一个开拓者的胜利。大人，魔导炮攻击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洞穴。哦。大人，在洞穴里发现了这个永恒石板。传说永恒石板中蕴藏着关于神的知识，被各大教派视为圣物。万物中王会和永眠者在这里大肆行动，很可能就是在找这块石板。莫非这就是巴迪亚一直在找的东西？连接复原，舰长认证中，认证失败，读取残留资料。大人，大人，这下可麻烦了。